未来的15到20年，大人物要裹挟着中国走回头路，影响的可是一代人呢。那中国人能改变这个命运吗？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一个重磅文章。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看《我爱我家》的时候，有一个桥段，现在过去多少年了，还是记忆犹新。有一位老百姓的孩子说：“你爷爷走了一段弯路，我爷爷就直接要饭了。”他说的要饭呢，就是10年文革。那时间到了2025年，大人物又定了一个大战略，和文革啊没本质区别。我们来分享这段文章，《华尔街日报》7月5号魏玲玲的文章，他的文章啊质量一向挺高。这个题目呢叫做习近平数十年来为与美国的冷战做好准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战略借鉴了他与苏联失败的理解。他呢总结了一下苏联在4个方面没弄好，所以就崩了。为了避免呢中国共产党也重蹈这种覆辙，他相应的提出来4个解决方案，而这个代价他就是老百姓。我们先来看一下他文章前半部分是什么，太长了，我就只给你讲重点。在中美冲突中，川普正在发动经济攻势，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准备一场冷战。其带着他筹划多年的大战略进入了贸易谈判。这大人物啊，就喜欢这种大手笔、大战略，一弄那就是10几20年。北京的顾问说，主要基于习对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误的理解，他非常清楚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上持续的优势，因此正努力避免直接对抗，同时在这场漫长而全面的竞争中守住中国的地位。习的目标是实现毛泽东曾经称之为的战略相持局面，也就是形成一种持久的平衡，让美国的压力变得可控，为中国赢得时间来赶上美国。我们来看一下他总结的苏共亡党亡国啊，主要是哪4个方面没弄好。第一个，习从苏联解体中汲取的经验有一个重要的支柱，就是经济层面。苏联把经济赌注全部压在了重工业、能源与武器上。相比之下，中国正试图生产所有的东西，既能抵御美国的贸易和技术限制，又能继续利用全球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习拿出了他的新冷战战略，在双循环的口号下，推动中国在国内所需的东西同时向海外出口。他的意思就是中国要生产所有的东西。那除了这个经济层面啊，排名第2的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支柱是地缘政治层面，目标是避免苏联式的孤立。我们来看看他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理解的。这需要削弱美国的联盟体系，同时推进北京所谓的多元结盟，让各国同时与多个大国打交道，而不是选边站。习很谨慎，没有照搬苏联建立高度孤立的东欧阵营的做法。他这一点倒聪明了，不让人们站队啊！你可以和西方打交道，只要你关键的时候支持我就行，至少在联合国要支持。第3个，这个呢可是重中之重的军事层面。战略中还有一个关键是继续推进中国的军备建设，但避免与美国进行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过去3年，中国官方国防预算的年平均增幅大约在 7.2%。虽然这个增速高于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但占中国的 GDP 低于 1.5%。它呢也是要在有针对的把那个军费持续增加。第4项，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项，是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习经常把苏联解体当作中国的教训。2013年1月份，他刚接掌中共领导权时，在一次党内高层闭门会议上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竞争是激烈的。
他的潜台词是，党绝对不能允许任何挑战权威的声音。在这方面，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把一个美国的网红请到中国，专门拍中国的那个高铁呀一些形象工程啊。这个人名字我忘了，好像叫什么甲亢哥啊，他有1.2万粉丝。4月份他在中国待了10天，为北京赢得了一次软实力的胜利。确实啊，没到过中国人的外国人真以为中国是到处都是那么欣欣向荣、那么现代化的，而山区是没让他去拍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文章作者魏玲玲他指出的，那老习为什么非得沿着这个苏联的方式避免中国共产党的垮台呢？这个跟他小时候的习惯、性格养成有关系。我们来看，中国长期研究苏联。1953年，也就是习出生那年，毛发起了一场运动，推动将苏联模式应用到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几乎没有工业。习的父亲习仲勋，他前往苏联参观工业设施，学习他们生产和技术。这段经历对习的青年时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对苏联的价值观和历史文化产生了内心的钦佩。他小时候觉得那就是先进的。党内一些人士称他为俄罗斯情结之深，甚至近30年的中苏分裂都未能动摇。北京研究冷战的重点仍是如何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就是他呢，小时候觉得苏联就是对的，就是先进的，他至于说垮台那是你没弄好，我现在掌权了，那我要避免，我能弄好。我们再往下看，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都在为与美国的长期较量做准备。前奥巴马政府国安顾问、现任乔治大学梅德罗斯说，习近平对党内的指示是要保持耐心，他相信全球力量对比最终会向中国倾斜。这就是他讲的那个东升西降。除了贸易谈判，北京还希望恢复与华盛顿认为毫无意义的那种定期对话。对于习来说，这是争取时间的手段，他完全打算强硬对抗并拖延时间。很清楚了，对话呢仍然是归对话，但仅仅是个手段，而不是真的要改善关系。主基调和大方向仍然是耗死美国。至于说谁先耗死这个咱不清楚。再往下看，到了结论的时候了。既然刚才我们提到习他总结了4个经验教训，然后呢，他也提出来他的解决方案。那我们来总结文章的结论，就是中国能否在这场战略中取得成功还不确定。习推动大国竞争的政策可能会加剧中国的经济困境，他的大战略代价就是经济它一定是困境的。党的指令是管控正在压制民营经济活动，而什么都要自己生产的策略，尤其导致了不断加深的通缩循环。不过对习来说，这些可能是为了应对美国所能接受的副作用。在他眼里，这种不叫代价，这叫副作用。习的目标是实现技术领先，并在这场长期竞争中扮演着强有力的角色。曾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基辛格首席经济顾问的霍马茨说，都清楚了，那我的观点仅供大家参考。一个普通人你生在什么年代，生在什么地方，你就过什么样的生活。过去改革开放有很多人说我们的日子过好了，过了40年好日子，没错，客观上大家的日子确实好了。但是你得必须明白一个赤裸裸的真相它的改开首先要满足的是增强国力，融入全球经济，增强国力才是他们最重要的。当然顺带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吃上肉了，但你别忘了本末别倒置。现在也一样，它的重头戏是维持现有的统治地位，而不是让你过好日子，这个不是他最关心的。另外呢，我想说对于咱老百姓普通人的理解，首先未来15到20年，这就看寿命了。
你将不会再听到什么改革开放啊，什么时间就是效率啊，生命就是金钱呐，全球化呀，国际化战略，你这些都听不到了。这些是胡温时期，还能说？你现在还说这个有啥意义呢？接下来啊，人们听到的更多是几个词儿啊，都很冷冰。一个是新冷战，一个是旷日持久，再就是游击战，什么斗而不破，然后天天赢，反对美国，反对日本，反对一切的发达国家，继续和这个下三滥的国家做朋友。这个基调不会变，只会越来越快。那有哪些事儿会发生呢？一个是出国护照它一定会卡掉，这个已经是倒计时了。办护照会成为少数官僚相关或者公派人的特权，一般人呢都很难。第二呢，就是大家用到的先进设备，包括医疗设备啊、先进的医药啊，都会受到影响。你未来可能看病用中药就行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教育资源，出国留学将会成为签长期公办合同或者是权贵的孩子，一般老百姓你就别做这个梦了，你护照都办不到啊。再者说，那时候大家都穷，哎，你也给你机会，你也没钱留学了啊。另外呢，如果接下来中国这么玩法，一定会经济走向崩溃。那70后、80后，你们的养老金还能不能领到？这都是一个未知数了，好吧？我们也过那种靠粮票呀过日子的，经济匮乏的时候，你连裤子都得自己织布，因为配额太低了。所以说，时间到了2025年，方向大玩家呀已经把这个大战略定下来了。我相信，如果人还在的话，是不会做改变的。那普通老百姓要改变是非常难的。我对这个呢是不抱太大希望，只能说充其量也算是谨慎乐观吧。因为很多事儿也会有一些突发的，好吗？今天这个事情呢就分享到这儿。关于说未来的大战略、长期的战略僵持，您有什么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来探讨。再见。